还记得就是2016年出来的时候，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出国吗？严格上来讲，是我在台湾成绩很差。所以你是因为不想要考试，然后所以决定出国？对对对。可是出国不是更要准备很多东西吗？但是你只要准备英文就好了。后来就觉得，都来了，付了多学费，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样一定都要先把学费赚回来。最终我会想要回台湾，但是就是希望能在回台湾之前，能够比如说把美国工作的文化跟工作的方式，然后带回去台湾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矽谷1001夜，我是田妮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为什么台湾人会来美国呢？他们来美国的背后动机是什么？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们未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？那我们今天呢，有12位的朋友来到我们家，在外面玩狼人杀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，就是死掉的人就抓进来采访一下，他们为什么要来美国，然后想要在美国干嘛？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确认你来美国多久了？我是2013年来美国念书的，所以应该有10年了2年多，快3年。这问题要回答吗？我12年来的，所以刚满11年。我18年毕业，我16年来了，所以7年。我是2017年秋季来的。哦，一样，所以是6年。对，差不多。那你现在在美国是从事什么职业？我在 Amazon 当软件工程师。我现在是 software engineer。我就是 software engineer。我在大公司当 market analyst。我是工程师 ，NPI engineer 是做包装的。你记得你那时候来美国的动机是什么吗？从小觉得说理工科人好像就是要去美国念个书，或去欧洲念个书，就觉得想要来看看。我其实当初就只是学了想要先出国念书，想要体验一下，就趁着还年轻，想要说闯就闯的时候，就来美国做，就是追我的梦。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在美国确实比较有一套完善的 system。可能主要还是工作取向吧。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出国这件事情，然后是因为我周围很多朋友在准备，我才突然想说，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想出去，然后才去就是跟他们聊，然后去了解，然后才发现就是其实以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工作环境来说，其实美国的就是待遇还有一些 work-life balance 之类的，好像比台湾还不错蛮多的。严格上来讲，是我在台湾成绩很差。台大就是有那种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你推甄通常都很好推，大概70% 以内都还有机会，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台大的研究所。我大4的时候就知道我应该是推不上，所以我就是去国外读研究所。你是说 PR 大概要多少可以直接大概70% 以内都还有机会，就是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上台大的研究所。懂。等下，所以你是因为不想要考试，然后所以决定出国？对对对。可是出国不是更要准备很多东西吗？但是你只要准备英文就好了。那 SOP 那些？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白嘛。但是我有进实验室做一些专题。对，比起公数或是微积分那些，我觉得空的那些东西比较难。了解，是综合考量之后，觉得出国念书这条路，那时候是你比较轻松，可以说轻松。我有报那种大硕，就是在台湾是考研究所的补习班，然后我就后来都没有去上，因为我觉得有点难。然后我不觉得我会考好，然后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就业环境也是一部分。你就是读机械所，然后去台积电当设备，类似这种 career path， 然后就觉得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。那你觉得你现在来美国2年多，有达到当初设下的目标吗？我觉得有至少我觉得我现在做的工作是我真的有兴趣，而且我会想要继续做。蛮庆幸的是，就是你可以遇到好的主管，愿意带着你做你想做的事情。我爱我老板。我觉得有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还蛮开心的。笑容满面，感觉是真的非常开心。还是觉得蛮开心，当时选择要出国，在这里的工作当然是比较好啦，就是应该说环境和那个公司对你的期待什么，我觉得都比较人性化。但就可能也到了一个比较 stable 的状态，可能也不算说完成什么 goal， 但是还是挺开心自己现在在这里做这个职位。了解。这最初不是我的想象，但是我最后选择这条道路。因为我当初是来念机械所，我去那个就业博览会，我就说我是机械系的。他就跟我说，那我们公司做半导体的，我听说台湾的半导体很厉害。然后我想说，我都到美国了，我还要听你说台积电，那我来美国就没什么太大意义，绕远路的感觉。所以我后来没有觉得说，在美国半导体是一个很好的发展，所以我就转这软体公司。我觉得我第1年蛮震撼的，我觉得真的有就是被文化不同然后冲击。我的同学们都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其实有点挫折。后来就觉得，都来了，付了多学费，
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样一定都要先把学费赚回来，所以我就继续就是留下来然后工作，然后后来就这样辗转就这样10年。一开始最大的文化冲击是什么？这边的学生我觉得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会喜欢发问，然后老师也喜欢做分组讨论。那时候我就会很害怕，我怕我说的英文然后有口音会被人家嘲笑，所以那个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他们在讨论学业的时候都就眼睛在很有热忱，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发亮，眼睛发亮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，就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在这边念大学，因为我觉得从大学过来的那些真的会对学术有兴趣的那种，就是上来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扎实。那你觉得对未来还有什么想要在美国完成的事情吗？就是旅游之类的，就是因为美国真的太大了，就是还有很多国家公园我都还没去过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就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。我在这间公司，然后在这个老板底下，我觉得我目前想要做的就是把事情做好，然后努力跑。然后把它当成一个 role model 的感觉。对。最终我会想要回台湾，但是就是希望能在回台湾之前，能够比如说把美国工作的文化啊，跟工作的方式，然后带回去台湾吧。总而言之，就是希望学习这里好的地方带回台湾。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创业啊，或是去往更高的 level 去爬。对。那我觉得我现阶段可能就是想先做到 senior， 再去看要去往上升，还是我去做一些新的东西。因为比如说矽谷这边很多人在创业。对，或是做一些副业之类的。一开始在生小孩之前，可能对于事业上面的就是野心比较大一点，可能就是说，我现在工程师，我之后想要当 manager， 然后带人。有小孩之后，因为毕竟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事，会比较想要多 focus 在小孩身上。但是同样的，我可能也没办法有信心做一个全职家庭主妇，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。小孩比较稳定之后，然后再回到之前生产前之前，可能要再继续冲事业。这种状况，这是我未来的梦想。未来在这边找到一个 work-life balance， 又有家庭，然后工作也可以顺利发展。他们现在狼人杀也打完了，我们今天也录得差不多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拍更多集像这样的内容。那喜欢我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海外生活不孤单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的，好，感谢你，我们第一个人，好紧张哦，不好意思。我后来就想说打状态，然后想说大家会信我这状态，因为我超轻松的。你看起来超轻松。对，然后打状态就好像没办法。因为明玉太紧张了。对，而且明玉一直笑，我不知道他干嘛。因为明玉的视角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，我爆水这样，殊不知他讲超烂。对啊，就